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币圈的新玩法，也是我最近几个月亲身体验之后才发现的。原来币圈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一定程度低风险，但是相对来讲高回报的一个玩法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叫做撸羊毛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。相信大家在刚进入币圈的时候，也跟我一样，就是买一些比特币、以太币的现货，或者是去买一些 CMC 上面市值前10的那些币，然后就放着不动，做一个长期的投资。但对于一般的散户投资人来说，这个确实能够真正的在投资加密货币上面赚到钱，那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式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些比较高阶的玩家，你可以学怎样去炒合约、打土狗，或者是打那些咪咪币。但是我自己非常不建议推荐大家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首先这就不是一个投资，很大程度上来说的话，它可以当做一个赌博。一点都不开玩笑的说，这就是一场豪赌，血淋淋的教训。大概在前段时间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 OM 这个代币了暴跌，对不对？就在那天晚上，那我在0.8的时候进行了开空，那我想着它这个币价应该会一直下跌，上方看似好像是跑路了。在凌晨2、3点钟的时候，这本来应该是睡觉的时间，但是我没有睡觉，我选择到了盯盘，我盯着那个价格的走势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一路下跌，但其实并没有。你只要开了合约之后的话，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你的价格走势上。那想不到它进行了回拉，回到了 1.2。那其实在没有到 1.2 之前呢，我的仓位就已经爆了。你可能觉得听起来好像无关痛痒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但实际上你只要去做合约，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坑，你是花多少钱的教训都买不来的。请一定不要开合约，真的，我奉劝你。好，我们回归到正题啊。我知道你看完今天这支影片的开头肯定会有疑问，怎么会有一种东西是低风险高回报的？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存在？那确实以传统的金融角度来讲，这种事情是不会存在的。我自己在当时刚切入到撸羊毛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也是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低风险高回报？听起来根本就像是一个诈骗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影片当中没有去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。但是毕竟币圈还是一个非常新的金融圈，它目前都还是属于非主流的。你可以去问你身边的那些好朋友，可能10个人当中不到1个人是真的有在投资加密货币的。然后呢，10个人当中可能有8个人都会觉得这个币圈呢，整体来说就像是一个诈骗盘。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，这个产业呢，目前还是有非常多的所谓的撸羊毛的机会。那等到哪一天大家都知道加密货币，都已经开始投资加密货币之后呢，这些机会也会慢慢的消失，就会变成像今天传统金融一样。那在这支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撸羊毛的玩法呢，绝对不是一个诈骗。你可以在上面赚到一些钱，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无限的赚钱外挂。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很好懂，也很简单。影片看到最后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我会解释给你听。好了，在币圈撸羊毛已经是个蛮成熟的圈子，但是它毕竟还算是币圈里面的小众，知道的人也并不是很多。但是呢，它确实已经存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。OK， 那我们先来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撸羊毛这个玩法。在传统的金融当中，一般来讲，一家公司如果要融资要上市，整一个流程的话叫做 IPO， 那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，意思就是开放给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投资这家公司。然后呢，他们会选择哪一家证券交易所上市。那在币圈呢，最早期的时候，一个项目如果想要融资，就会发起叫做 ICO 的东西，中间的 P 变成了 C， 也就是 Public 变成 Coin。这跟一家公司在传统金融上市其实有点类似的道理，他们会把他们的 token 放在链上面公开就是贩售。但是 IPO 和 ICO 是2个完全不同级别的难度。一家公司如果想要 IPO 的话，它需要通过非常多复杂的金融监管程序，再加上他们通常也会跟一些投行进行合作，才能成功的去 IPO。但是早期币圈流行 ICO 那段时间呢，哪有什么金融监管？基本上任何项目任何人都可以发起 ICO， 现在其实也是啊。那我自己也可以出一个叫做其他类型的币，然后呢也可以进行 ICO， 只是说有没有人要来买单而已。但是呢，为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在流行 ICO 呢？是因为 ICO 已经被玩烂了。早期 ICO 很疯狂的那个年代的话，很多项目只要发起 ICO， 然后有一个白皮书，再做一个像样的网站，不管哪个项目方有没有真的在做事情，那整一个币的话就会容易翻好几倍，甚至是几百倍 TUSDC， 甚至是某些交易所的币，像 Gas.io 就是 GT 狗头的那个他们交易所的治理代币，把这些代币呢存入到交易所里面锁仓一段时间，通常是3到7天左右的时间啊，
然后在这个锁账期结束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新币的配额。那通常你拿到这个配额呢，是根据你质押的这个多少量来决定你可以领取到多少。等待质押期结束之后呢，你可以把本来质押的这些币呢全部都拿回，再加上你可以得到这些新币的奖励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撸羊毛的方式，也是我在这期影片当中最开始讲到的低风险高回报。那什么是低风险呢？因为你不用拿到你自己的钱啊，你不用拿你自己真的钱去投资这个新的币，或者是这个新的项目。你是拿已经有的币，比如说比特币 USDC、USDT 或者是狗头，就是 Gas.io 的治理代币去做质押。那质押的过程当中的话，这个币的话也没有任何的磨损。等待质押结束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些项目方提供的新币。那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？这些新币送给你，很可能在你没有来得及卖掉之前呢，就跌得很低。那你很可能就是赚的时候呢比较少，但也不至于是会亏钱嘛，总会有的赚的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选择有资产储备证明的交易所，比如说像我们全球第一的币安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，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大型交易所的话，绝对不会出卖自己对于用户的信任，所以它对筛选一些项目的话是有非常严格的质量把控的。那另外一个风险呢，就是币价波动的风险。比如说你现在在币安上抵押一颗 BNB，那这3天的锁定期呢，你是不能拿出来的，因为加密货币本身波动非常大。或许这3天呢，你的 BNB 就已经跌幅超 30%， 那这种跌幅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，特别是现在啊。但是因为你现在正在进行质押，你没有办法在质押的中途内把它拿出来卖掉，那等于说你在质押的这3天过程当中，你的币是锁住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其实对通常长期投资人来说的话，你如果抵押的是 USDC 的话，那就不算是一个风险。所以呢，我才会把撸羊毛这个玩法的风险呢归类为就是偏低，并且稳定币 USDC 和 USDT 的话，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。USDC 的话是更加官方证明的。那币安代币发行平台除了我们熟知的 Launchpool， 还有一个 Holder 的空投。Launchpool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进行代币持有代币的质押哦。那 Holder 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以这一期来作为一个例子啊，那这一期的话，相信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，就是我们在刚刚前段时间不久进行大新的一个项目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查看详情，在这个方案上跟各位观众稍微解释一下，币安 Holder 空投是根据用户 BNB 持仓量进行历史的快照，并为 BNB 持有者奖励代币空投。那通过使用 BNB 申购保本赚币产品，那么用户将自动有资格获得到这样一个空投，以及是 Launchpool 或者是 Mega Drop 的奖励啊，那可以说是一鱼三吃了。通过使用 BNB 申购链上赚币的产品呢，用户将自动有资格获得。于是就可能它和其他操作的赚币方式不同的是，它是以回溯的形式来奖励用户，提供更为简洁的，也可能就简单的赚币方法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有关于 Holder 的空投，我建议大家的话，其实在这个方向上，如果你有闲置的资金，特别像是 USDC 的这样一个闲置资金，或者是持有的 BNB， 你都可以在这方向上进行质押，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损失的。那也就正如我在视频开头说的，是低风险，收益高不高的话自行去决定，因为每一期的项目方它的格局都不一定非常大哦。很多现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，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，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币安、OKX、Bitget、Gas.io 主流交易所。作为新人注册，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新人福利，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手续费减免折扣，赶紧注册起来，成为币圈的一员。另外，在每一期视频当中，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。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跟单链接，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。再次说明，本期这支影片的话不做任何的投资意见，任何加密货币的投资都有可能让你损失掉本钱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分享于此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